第一次的泡妞略显害羞，漂亮的村花小姐姐也看似有些饱含深情。然而他们之间又是否会有后续故事的发生呢？新一天的来临，斑鸠的身体已经完全的恢复，现在的农庄就是他们唯一的家。昆泰搅拌着猪食，这2天自己不断售出的山货所购买的东西给自己的农庄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喂食猪群，2只体型较大的夫妻俩总是会守候在食槽旁，而2只体型较小的此时却又不知躲藏在了哪个角落。圈养范围的扩大可能已经让他们找到了秘密基地。轻轻地抚摸一下最早捕获的这只雌性野猪，经过不懈的努力，它也终于怀有身孕。这一切可能都得益于近段时间猪食质量的改善，羽毛颜色越来越鲜艳的雄性原鸡。这几日不断的赶集并售卖产品，并没有耽搁昆泰继续经营自己的农庄，偶尔的和小黄小灰交流感情。农庄中的一切依然都在井井有条的继续推进。昆泰售卖山货仅仅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所独有的农庄而已。带上柴刀和轻便的塑料袋，昆泰再次的向着丛林深处进发。今天的自己仍会寻找到资源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一条缓缓流淌着的溪流，虽然近段时间都没有什么降雨，但是如果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完全野生的山蟹，那应该也能卖上不错的价格。逆流而上的仔细寻找，一个意外的发现却是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一处几乎没有被水流所影响的环水区域。虽然水草的遮挡很是完美，但却依然没能逃掉昆泰凌厉的眼神。这里有很多鲜嫩的溪鱼正栖息在此处，如果可以将它们全部的抓住，那所得的收入应该也不会太低。仔细的查看，小小的一片区域中竟然还聚集了不少。直接的用双手进行扑抓，温度较低的山泉水中，它们的行动并不迅速，并且这里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较小区域。10多分钟的持续抓捕，所有躲藏在此处的溪鱼都已被尽数的捕获。虽然每一条的个头看上去都不大，但是数量也还算不少。重新的回到农庄，更换上小桶，昆泰再次的来到了城镇之上，向着路边的大哥拿上2个袋子。昆泰要等待着顾客的到来，虽然只有一个塑料桶放在自己的身前，不过好在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一位戴着大金链子的富裕小伙看上了这些完全生长于山泉水中的溪鱼，他一次就购买了接近整整1袋，而随后而来的头盔骑士更是将剩下的也全都包了场。仅仅只是30分钟，今天的纯正山货就已销售一空。眼看时间还早，昆泰决定要犒赏一下自己，提上小桶，昆泰坐在了自助的麻团摊位前。然而此时正坐在自己对面的青春靓丽的村花小姐姐却是彻底的吸引了他的目光，缓缓地走上前去。昆泰热情地打了招呼，并顺势地坐在了旁边。别看这家伙平时斯斯文文沉默寡言，见到漂亮的小姐姐那也是两眼冒光滔滔不绝，只是几句话就把小姐姐聊得花枝乱颤。为了更加的拉近距离，昆泰也是要了和小姐姐一样的饮料品尝了起来。虽然还是稍微的有些略显尴尬，但是昆泰却还是忍不住的不停的偷看了小姐姐好几眼。当然，毕竟昆泰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想要找个漂亮的女朋友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他们之间的故事又是否会有后续呢？昆泰结了账打了招呼准备离开，小姐姐也是礼貌的点了点头。不过话说，这个摊位上的洗衣粉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品牌吗？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又迎来了崭新的清晨。今天将会是自己近段时间最后一次的售卖山货，毕竟生活于这样的原始山林中并不需要有过多的钱款储蓄。原生态的特有大蜗牛，滑嫩的口感以及营养的丰富决定了它会是非常受欢迎的产品。昆泰决定就是它了，仔细的寻找，尽量的靠近巨大的岩石或者山体才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完全干燥的地方这种蜗牛无法生存，所以昆泰一直都在较为庇应且阴凉的灌木丛中摸索着找寻，不停地穿梭于浓密的灌木丛，一点点地向着拥有潮湿环境的溪流旁挺进。基本上每走上一段的距离，昆泰就能捡拾上好几个。等到了溪流的边缘，这小半箩筐的数量就已经足足的有了上百。清凉的溪流，洗上个脸缓解一下总是低着头的疲劳。然而昆泰却是发现了更加美味的存在，卷起裤腿，自己还需要赶集，所以不能弄湿唯一的裤子。原来是生长于山泉水中的鲜嫩河蚌，这可是更加鲜美的存在。这处拥有积水的水塘中就发现了3、4个，继续的搜寻，沿着水流的顺流而下，昆泰又接连的找寻到了10多个，如此的数量已经足够今天的售卖了。昆泰再次的向着最近的城镇出发，又是接近3个小时的行程。昆泰来到了人流聚集的街道，借来2块用于铺在地面之上的纸板，将山货倒出来，才能让过往的当地村民看到品质。各位老铁都很喜欢的百褶裙村花大妈，脚穿拖鞋头戴毛巾的时尚穿搭，是不是瞬间就捕获了你们的芳心？然而可惜的是，他却并不喜欢昆泰的山货。半个多小时的等待，第一个位可以成交的顾客终于来了。一位大哥看上了这个头足够大的蜗牛，他购买了30来个的数量。紧接着而来的另外一位大哥也是将所有的河蚌尽数的买走，而紧接而来的第3位也依然是位男性的顾客。难道是这种原生态的野生大蜗牛有壮阳之功效吗？否则为什么都是大哥过来购买呢？下午的阳光稍稍的有些刺眼，昆泰在等待着最后一位顾客的光临。终于是来了一位村花了。然而这身羽绒服外带着红色围巾的穿搭又瞬间让小编有了些许的蒙圈。现在到底是冬天还是夏天？不过他将剩下的所有蜗牛全部购买了，看来应该是个很疼老公的良家小少妇了。
终于是卖完了。短期内不会再下山的昆泰买了一些充饥的食物，想要带回农庄，自己能够吃饱的同时，也可以让依然还守护着农庄的小黄和小灰也能尝尝鲜。纯手工编织而成的簸箕，昆泰也是随手就购买了2个。他的编织工艺可比自己要好上许多，并且以后的生活应该也能用得上。再次的回到农庄，顺手劈砍的一棵芭蕉树就是野猪群今天的晚餐。拿出特意购买的麻团和小油饼，已经饿了很久的小黄和小灰也终于是在最后大饱了口福一番。扛上芭蕉树，直接的切碎成小块，就已彻底的解决了猪群今晚的口粮。重新的整理一下这几日售卖山货所得的越南盾，还剩余下的这点储蓄足够自己偶尔的购买上一些日常必需品。然而昆泰接下来的生活又究竟是否会有所改变呢？丛林中再次设置上捕兽夹，小心翼翼地安放于每一个挖掘而出的浅坑当中，撒上枯叶作为伪装的遮挡。然而这次又是否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新一天的来临，雨林中的农庄生活恢复了平静。劈砍上昨夜采集来的木薯，昆泰要给野猪群制作今日的早餐。先给唯一的大铁锅灌满入山泉，提前的烧制出热水，可以尽量的缩短整个的制作时间。木薯依然是切割成薄片，倒入锅中的持续蒸煮，在改善口感的同时，也可以彻底的激发出淀粉。剩余下的麦麸也已经不多了，昆泰选择了全部的倒入。半个小时的等待，营养均衡的猪食就已完成，分出足够1顿的量，混合入清凉的山泉水进行稀释。有汤有水的猪食才更加的有利于营养的吸收。体型较大的野猪小2口再次的精准的预判了喂食的时间。每天的它们就像是吃席一样，总是会赶上第一排。而另外2只体型较小的野猪应该是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它们又不知道躲藏在了哪个角落，继续的卿卿我我，继续的喂食鸡群。原鸡下蛋的自由繁殖已经让昆泰拥有了不小的规模。之前的小鸡仔大部分都已彻底的长大，它们在喂食完早晨的一餐后，就会自行的去到周边进行自由的捕食。牲畜都已喂完，昆泰又要为了自己的一日3餐继续的向着丛林挺进了。路过种植豆角的菜园，长期的疏于打理，这里已经被荒废，完全被沙网包围住的旱稻田。连续多日的山货售卖，让自己刚刚栽种在其中的蔬菜有了最为基本的防护。然而就在昆泰想要继续赶路之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却是着实的给了自己一个惊喜。刚被刨挖出不久的泥土堆积在洞口，看来这里又是一处野生竹鼠的巢穴，并且洞口还被树叶所封堵，这也表明了竹鼠此时一定还躲藏在其中。削尖木棍的一头，用它作为刨挖的工具，会节省自己很多的时间。沿着洞口方向的向内深挖，然而才仅只是挖了一点点的深度，就已经看见了竹鼠的所在。看来这个小家伙也是鼠界中比较懒的，毕竟这是昆泰第一次见到如此之浅的藏身之所。一只手直接的揪出，这圆滚滚胖嘟嘟的小体型很可能就是因为懒才长得这么胖的。不过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却即将要迎来终结，直接的返回到农庄。有了它作为下饭的配菜，这又将会是美好的一天。并且小黄和小灰貌似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小家伙，看来他们早就已经怀念竹鼠肉的香味了。先将雪白的大米淘洗上，炭火的蒸煮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不过这种用柴火直接蒸煮的米饭可是个技术活，它对于火候的掌握可是有难度的，否则很容易糊底。接近半个小时的等待，自带芳香的白米饭已经成熟，先端下放凉，剩下的时间还要将竹鼠处理出来。火堆上烧光体毛，刚刚还是活蹦乱跳的小家伙，此时已经成了肉球。泉水旁的仔细清洗，一点点的分解成肉块。这次的红烧竹鼠肉可是有着充足的调味料，毕竟售卖山货所得的收入已经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足够大的便利。铁锅中倒上油，直接的下入肉块烹炸，来上点盐，接着再放入提鲜的味精。接近1年的野外生存，昆泰也是终于可以吃到色香味俱全的正常食物了。当然，改善口感以及营养均衡的配菜也不能少。鲜嫩的芭蕉树心，在充分的吸收完肉味的汤之后，也是一举直接的加入，再来上点山泉水的共同蒸煮，等到水分蒸发，汤汁浓稠即可正式的出锅。小灰已经等得昏昏欲睡了，每天晚上的守夜必须要在白天偷偷的补觉。30多分钟的等待，有滋有味的红烧竹鼠肉终于是可以开吃了。拿上特意购买的2个透明塑料盆，这是小黄和小灰彻底升级了的专有饭盆。分出米饭，浇上汤汁，最后再来上几块鲜香的竹鼠肉。就这样的1人2狗的惬意生活，相信会是很多老铁的内心向往的。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再次的迎来了全新的清晨，用搅拌猪食的桶装上满满的山泉。前2天种植上的蔬菜需要一颗颗的浇灌，山林连续多日的未降雨已经让土壤变得干枯，部分的秧苗也都已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持续的撒上水，它们将会在昆泰细心的照料下快速的成长。已经消失于镜头前好几天的小野猪夫妻俩终于是出现了，被压弯的脊背说明了自己的农庄很快就将迎来野猪幼崽的诞生了。再次的拿出购买的捕兽夹陷阱，正常生活的来源还是需要自己从山林中获取。持续的赶路，昆泰要去到拥有陡峭岩壁的地方，只有那里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狩猎成功率。直接的掏挖出浅坑，将捕兽夹提前的设置好，小心翼翼的放置，最后再用枯叶撒在其上，当做天然的伪装。第2处的陷阱也是同样，周边布满的枯叶以及紧贴石块的边缘，总是会有野生的山鼠从此经过。整整2个多小时的不断摸索与巡视，昆泰已将所有的捕兽夹尽数的安置完毕，每一处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位置，相信这次也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黑暗已将山林笼罩，昆泰也将会在火堆与狗的陪伴下再次的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随着虫鸣声的再次响起，昆泰迎来了第3日的清晨。拥有着麦麸的猪食被吃的只剩下最后一顿，然而可惜的是，2个小家伙却依然没能赶上吃上热乎的。转眼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昆泰也该出发去收取昨日设置下的陷阱了。来到第1处的陷阱旁，只可惜他却并未被触发。不过好在紧接着的第2处就已开始有了收获，是一只从树上下到地面的小松鼠，将猎物装入袋中，重新的将陷阱设置好。有了第1只的收获，就很可能还会有第2只。继续的查看，第3处的陷阱也捕获到了体型还算不错的野生山鼠。然而等到昆泰来到第4处的陷阱旁，更大的惊喜却是出现在了眼前。一只雌性原鸡此时正被捕兽夹牢牢地卡住了，这可是昆泰并未想到的猎物。不过在这原始的山林中，如此强力的陷阱能够捕获到什么都不足为奇。紧接着的几处陷阱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再次的回到农庄，小黄和小灰又再次的嗅到了食物的味道。火堆上烧光体毛，每一只的野生山鼠都足够的肥硕，被夹住的原鸡已经无法继续的饲养。昆泰也是选择了共同的烹饪，全部的剁碎成小块，特意留下的2只山鼠和半只原鸡，昆泰选择了香味更浓的烤制方式，倒上油，加上肉，这又将是一顿十足有滋有味的荒野美食。虽然已经没有了雪白的大米，但是如此数量的肉块也足以让昆泰和小黄、小灰一起吃个大饱。大口的啃食，小黄和小灰在等待着昆泰发出可以进食的命令。然而那重新设置下的陷阱，明天又是否可以给他带来更加惊喜的收获呢？精心设置的陷阱捕获到了全新的猎物，然而这种类似于臭鼬一样的品种又究竟是什么呢？新一天的来临，今日的雨林阳光明媚，继续喂食散养的鸡群，它们已在昆泰细心的照料下逐渐的长大。要不了多久的时间，它们又将可以再次的出手，搅拌上猪食。今天的野猪群来的比较全，然而这只体型较小的雄性野猪直到现在都还体型消瘦，昆泰很是担心它是否能够正常的存活。小黄和小灰还在补觉，全都忙完了的昆泰决定要再次的前往查看上次设置下的捕兽夹陷阱。路过浇完水的菜园，秧苗的情况貌似不容乐观，持续了这么久时间的雨林直到现在都仍未降雨。不过好在前2天浇灌的山泉已经让根部的土壤保持着湿润，即使不能全部的存活，那也至少能够幸存大半，届时自己仍然可以靠它们赚取一些收入。向着陷阱的位置处走去，经过1夜的等待，多少都应该会有些收获。来到第1处的陷阱旁，被设置在浅坑之中的捕兽夹已经不在了，不过好在每一个都系有安全绳。原来是一只仍然还存活着的小松鼠把陷阱扯到了灌木丛中，它的一只前爪正被锯齿死死地卡住。凄惨且惊恐的叫声虽然有些惹人怜悯，不过已经位列于食物链中的昆泰并不会因此就将其放生。小家伙即将被终结的命运已经确定，继续的前往下一处。这里是曾再次捕获到小松鼠的陷阱，不过可惜的是此次却并无收获，捕兽夹依然可以正常的触发，只是单纯的因为并没有猎物从此经过。将陷阱回收，希望下一处能够给昆泰带来惊喜。难道是因为捕获过猎物的地方会残留下危险的气息吗？当然，并不是所有已经被使用过了的东西都不会有所收获。第3处的陷阱也是纹丝未动，昆泰的内心有些失落，毕竟这和第1次的收获比起来要少上很多。直到自己来到了第5处的陷阱，小小的惊喜却又再次的扣动了昆泰的内心。陷阱已被触发，并且现场也只留下了被触发的装置。由钢铁制作而成的捕兽夹已经被猎物带走，这足以说明此次捕获到的物种并不会太小。他有足够的力气在陷阱被触发后还逃离了这里。仔细的寻找，带着捕兽夹并且还受伤的情况下，在如此密集的灌木丛中不会逃脱的太远。继续的向着坡下的方向寻找，被夹住的猎物不会沿着山坡的方向向上逃离。在经过2个陡峭的坡度后，昆泰终于是发现了猎物的所在。此时的小家伙正被浓密的灌木丛所阻拦，并且依然存活，看来应该是被夹住了爪子，赶紧的收取。瘦长的体型和松鼠相似，不过头顶上的一撮白毛却是格外的引人注目。不知道有没有老铁认识这是什么动物？反正小编是真的没有看过，还请原谅我的无知。不过这里却是要提醒大家，视频拍摄于国外，请不要轻易的模仿，遵守法律，不可以非法饲养或买卖野生动物。再次的回到农庄，虽然此次的收获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完全的鲜活和全新的品种却也是更加的难得。看来今天的自己又能美美的吃上一顿了。重新的升起火堆，所剩不多的大米只够最后的2。简单的淘洗，如此旺盛的明火只需等待20多分钟就即可完全的成熟。将猎物取出，火堆上烧光体毛，如此的处理方式可以将潜在的病菌彻底的驱除。依然还是泉水旁的仔细清洗，购买的生活用品给自己提供了足够的便利。继续的切碎成小块，只有这样烹饪起来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入味。倒上油，加入肉块，来上点盐和味精。逐渐昏暗的山林中，只需半个多小时的等待就即可有一丝香味飘出，终于是可以开吃了。昆泰依然是将大部分的食物都分给了小黄和小灰，大口的啃食。在火光和虫鸣声的陪伴下，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且自由。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已游走于森林之中，背上背篓，仔细的寻找。今天的自己仍要找寻到一些野生的山火，一棵芭蕉树花，这在越南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种食物。借助树干飞身的将其砍下，只需刨掉最外层的花瓣，剩下的就都可进食。
继续的找寻，位于较高处的就用石块将其打下。不过还真别说，昆泰不但求生技能点满，就连抛石块的准头也是完全没有毛病，只需3、2次就可精准的命中。1个多小时的不断寻找与收集，昆泰已收获到了数十个的数量。然而就在昆泰还在找寻是否还有其他的山货之时，一个意外的偶遇却是着实的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一只野生的竹鼠正在挖掘自己的巢穴，圆滚滚的身体此时都还暴露在外边，看来小家伙可能正在进食。昆泰靠近所发出的声响也是瞬间就引起了竹鼠的注意，他摆出了防御性的姿势，尽量的小心翼翼。锋利的大门牙要是被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简单的周旋，胖乎乎的小家伙已被完全的驯服。扯下一根藤条，昆泰要将其拴住，一起带到城镇中进行销售。不过仅仅只是这2样山货，要是特意的跑上一趟，并不会赚取的太多。昆泰又再次的来到了自己栽种的菜园旁，已经生长了一段时间的蔬菜又可以采摘完全长成的鲜嫩菜叶了。半个多小时的持续，能够用于销售的菜叶全都采摘完毕。来到清凉的泉水旁，简单的整理一下个人卫生，特别是这一头象征着颜值的秀发。如果要是恰巧的遇到上次的那位村花小姐姐，也能再次的留下好一点的印象。2个多小时的徒步，昆泰再次的赶到了城镇。一位热心的大哥让昆泰在自己的店铺门前摆摊，将所有的山货拿出。然而大哥却是看上了昆泰的产品，包括这只依然还活蹦乱跳的竹鼠，所有的产品全都被其买下，他要以此来赚取一些用于零售的差价。当然，昆泰也懂得礼尚往来，他挑选了一些水果，并且最为主要的是还购买了一个可以用于夜晚狩猎的头灯。丛林中再次设置上捕兽夹的陷阱，然而这次又是否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新一天的来临，干燥的丛林生活终于结束。昨夜倾盆而下的森林大雨让一切都重新焕发了生机。牲畜已经喂完，作为有着充足狩猎经验的昆泰来说，这样的时机自然不会放过。背上竹篓，收拾好捕兽夹，被雨水冲刷过的浓密灌木丛会给自己带来食物。一路的仔细寻找与观察，适合的放置地点至关重要。一处小小的断崖式斜坡，昆泰决定就在此处设置上一处陷阱。这里是明显的受到，依然是掏挖出浅坑，被扩张开的捕兽夹要尽量的小心放入。虽然已经设置过很多次，但是一向认真的昆泰也还是会每次都进行能否正常触发的测试。自己可不想因为设备的问题而白白的浪费时间。当然，最后用枯叶覆盖上伪装也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猎物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瞬间擒获。继续的向着山坡前行，昆泰又发现了一处有着天然洞穴的地方。毕竟在森林之中，野生的山鼠是不会自己建造巢穴的，它们只会寻找那些现成的进行栖息和躲藏。不过像这种周边有野果存在的地方，也是设置上陷阱的第一选择。它在方便于自己标记位置的同时，也对很多杂食性的动物有着天然的吸引力。2个多小时的不断探寻，一直穿梭于潮湿的灌木丛中的昆泰，终于是将所有的捕兽夹全部的设置完毕。然而此次的收获又究竟会如何呢？一切都只能交给时间。毕竟在这原始的森林中，什么样的情况都皆有可能。回程的途中采摘上一些野果，在可以简单充饥的同时，也能补充一下身体所需的维生素。路过一片生长着野生木薯的斜坡，昆泰也要挖掘上一些用于猪群的喂食，直接用双手用力的拔起，多数的果实都可以轻松的获取。偶尔对于可能会比较大的木薯果实，昆泰也会选择徒手的将其挖出。森林的小雨再次的落下，尽管已经浑身湿透，不过好在一直以野味滋养身体的昆泰气血旺盛，他还并不会感觉到寒冷。再次的回到农庄，雨势也是越来越大，来不及休息与烘干，自己还要赶紧的将木薯处理出来。毕竟4只野猪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进行喂食，继续的削割掉外皮，即使再忙自己也不会降低制作猪食的品质。大铁锅烧上水，等待的时间还要将芭蕉树以及木薯切碎。散养的鸡群正在农庄的周边自行的捕食，它们会刨挖出躲藏在土层中的昆虫。小黄和小灰此时也正在昆泰有节奏的敲击声中进入到了梦乡。所有的材料都已切碎，全部的倒入大锅之中，1个小时的持续蒸煮就可将营养彻底的激发。拿出采摘回来的野果，取出内核并放入到炭火之中，它们的果仁在加热之后要比果肉好吃上很多。猪食的制作已经完成，依然是分拣出一份。山水全搅拌中和温度，已经饿了很久的小家伙也全都大口的吃了起来。只不过此时那只瘦弱的雄性野猪却又不知躲藏在了哪里。随着新一天的来临，大片的雨雾依然还笼罩着山林。再次的出发，昨日设置下的陷阱到了该收取的时候了。灌木丛依然潮湿，这让昆泰有了不太好的预感。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处的陷阱并没有被触发。不过好在自己来到第3处之时，却是发现了猎物的身影。一只依然还存活的野生山鼠，它应该是来进食野果的时候触发了陷阱。不过它的叫声貌似也是和我们平时所见的老鼠不同，并且体型的硕大也足以弥补前2个没有收获的陷阱。重新的将捕兽夹设置好，逐渐放晴的天空还会有别的动物前来觅食。继续的前往下一处，每一处的地点自己都有大概方位的记忆，可能依然是受到了连续降雨的影响，往后的多处陷阱都没有收获，直到这处能够遮蔽小雨的洞穴处，才迎来了今天的第2只。它和第1只一样，
都是被捕兽夹夹住了爪子，并依然存活。所有的陷阱都已查看完毕。虽然猎物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好在收获到的这2只体型足够硕大的。再次的回到农庄，他们依然可以在这持续降雨的山林中让自己度过美好的一天。只剩下最后的一点大米了，简单的讨喜。燃烧的炭火一边蒸煮一边烘烤掉山鼠的体毛，等到米饭成熟，山鼠的体毛也刚好处理干净，继续的剁碎成肉块。每次小黄都会被这欲罢不能的香味所吸引，不过没有主人的命令，他却只会默默地蹲坐在旁边守。用于煎炒的油也已不多了，不知道昆泰又会不会再次的前往城镇售卖山火。可能很多老铁会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能够依靠着自己的双手，在仅有一把柴刀和开山斧的情况下，在这原始的山林中开创出农庄，并一步一步的建立起生活，这难道还不足够厉害吗？鲜嫩的肉块大口的啃食，守护着野猪和原鸡的独自生存，就是只属于昆泰的农庄生活。随着新一天的来临，久违的阳光再次的照射进了农庄，喂食上野猪群。狭小的空间已不足以让4只野猪同时的关在其中了。昆泰决定要对猪圈进行再次的扩建，先将原有的猪舍拆除，已经建成快要1年之久的围栏已经有了些许的松动，用于穿刺的竹片也已完全的老化。稍微的观察一下地形，昆泰的心中已有了扩建的方案。重新的掏挖出深坑，2根木桩将会作为承重的横梁。3个多小时的持续准备与开凿，已经全部被打穿的毛竹也已再次的运输到了重新搭建的选址旁，依然还是相互交叉的搭建方式，在有充足通风换气的前提下，还能尽量的减少所需损耗的时间，并且此次的昆泰也是特意的隔离开了拥有2个圈舍的空间，如此便可以将野猪按照体型的大小彻底的分开，这也将会有利于它们的进食。又是2个多小时的持续搭建，一个崭新的分开式圈养的猪舍就已完成。当然，用于遮挡阳光和雨水的顶棚也同样需要延伸，最后再搜集一点干燥的芭蕉叶作为铺垫。然而已经持续了很久都未在镜头中出现的那只瘦弱的雄性野猪，它又到底是不是已经嘎了呢？捕获纯正的野生森林大牛蛙，7、8只的数量已足够美美的饱餐一顿。深入黑暗的山洞暗河，依靠着头灯的光亮捕获各种鲜嫩的西鱼。新一天的来临，原始森林中的农庄生活依然在继续。打磨一下柴刀，保持它的锋利。昆泰要带上小黄和小灰去查看昨日设置下的捕兽夹陷阱。连续的降雨让所有的植被潮湿异常，这给捕兽夹的触发增加了难度。按照昆泰的狩猎经验来说，持续的降雨很少会有猎物外出觅食。果不其然，连续的查看多处，所有的陷阱全都没有触发的痕迹。看来今天的食物获取自己要另想他法了。一处坡度较陡的巨大岩壁，潮湿的石面攀爬上去，昆泰需要尽量的小心。不过虽然环境潮湿，但是另外一种珍馐的美食却只会在此时才会外出，或是发现它们的踪迹。小黄和小灰紧跟其后，虽然这样的高度会让他们有些害怕，但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却也是无可奈何。昆泰细细地查看着每一处的石缝，自己想要捕获的猎物就喜欢躲藏在这里。这处的石块下有着一定的积水，昆泰确信这里会有一只，原来是一种纯野生的森林大牛蛙。虽然它的外貌丑陋，但是肉质却是极其的鲜嫩。沿着斜坡继续的向上，只要自己足够的细心，就一定能够捕获上足够实用的数量。先用藤条将牛蛙拴紧，如此自己便可以专心致志。又是一处流淌着溪水的沉积岩，稍微简单的摸索就将一只小家伙找了出来。虽然强健的后肢能够提供充足的跳跃，不过在如此的地形下，昆泰也是很容易就可将其捕捉。他的个头几乎和手掌相同，这足以见得他美味的程度。沿着石块的方向继续向前，昆泰又在石缝中发现了第3只。虽然看起来它的体型没有前2只硕大，但是那一双充满了肌肉的后腿也足以解馋。又是一处层层叠加的山岩，虽然从表面上并不能看到猎物的存在，不过昆泰炉火纯青的狩猎经验却是告诉他，这里大概率也会躲藏着一只。一点点的扣掉阻挡在缝隙中的泥土和石块，已经感受到了危险逼近的牛蛙也是瞬间的就跳了出来。然而可惜的是，求生的本能并不能改变既定的命运。动作同样敏捷的昆泰可不会让他就这样逃跑。如此的数量已经差不多了，这足够自己和小黄小灰美美的饱餐一顿了。不过就在昆泰想要找个地方进行烹饪之时，直接暴露在自己眼前的这一只却也是不能不抓。不过这个小家伙却也是和昆泰周旋时间最长的一个，他就紧紧的利用了这么小的一个水坑，多次的从昆泰的手中逃跑，最后还是将水泼干才在碎石当中将其抓获。不过话说，牛蛙有这种可以钻进碎石中逃跑的技能吗？提上今日足够丰盛的食物，昆泰要正式的开始大饱口福了。劈砍上一截毛竹，这是蒸煮所需用到的材料。虽然现在的自己已经有锅也有碗，但是野外的烹饪还是只有这种完全中空的毛竹才最为实用。选定一块平坦的区域，捡拾来足够的柴火，将毛竹劈开，制作出临时的清洗点。牛蛙不需要去皮，只需简单的冲洗一下表面，就即可装入竹筒之中进行焖煮。要知道，富含胶原蛋白的表皮可是大补之物。小编极力的推荐各位老铁可以让你们的老婆品尝一下，说不定就可以瞬间回到18岁的白嫩肌肤哦。唯一的一只山泉蟹经过简单的烤制已经成熟，昆泰只食用了钳子，
其余的则是全都分给了小黄和小灰。半个多小时的等待，咕咕冒着白沫的泉水清煮牛蛙已经快要接近成熟，全部的倒出，肉质的鲜嫩也是肉眼可见。Q 弹的诱人也是让昆泰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躁动。牛蛙已被蒸煮至完全的脱骨，就连蒸煮而出的汤汁也是富含了胶原蛋白的营养液。虽然很是烫嘴，但是昆泰却是只用了10分钟就全部的一扫而光了。小编强烈的建议老铁们也按照这样原汁原味的做法来上一遍。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又到了给野猪群喂食的时间。今天的猪食特意添加上了一些树叶，直接的倒入猪食槽中。重新搭建的2室猪舍保证了4只野猪可以同时的进食。相信在这样的措施下，那只体型最为瘦小的雄性野猪也能够逐渐的正常起来。再次的喂食上鸡群，现在的数量已比之前要增加上了1倍。慢慢长大的几只雄性原鸡的羽毛也是愈发的漂亮。拿出前几日自己在城镇上购买的头灯，今天的自己要来上一次刺激一点的冒险。一条从山体中穿行而过的溪流，它是这片丛林中的主要河道。较高的水位以及从不干涸的水流决定了这里一定会生长着足够多的鱼类。沿着水流的逆流而上，昆泰寻找着每一处可能会有溪鱼躲藏的地方。打开头灯，现在的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山洞之中。漆黑的环境让这里有很多鱼种在此栖息，持续的扑抓，较深的水位给抓捕增添了不少的难度。不过好在山洞中常年低温，栖息在这样水域中的溪鱼不会有太高的活性。在多次的尝试后，终于是捕获到了一条。继续的深入，这里已是完全的黑暗，又发现了一条。只可惜第一次的抓捕并未能一次命中。不过好在昆泰足够的聪明，在碰触到的一瞬间直接将其丢到了岸边。这只的体型足够的肥硕，那么你能看出来它是鲫鱼还是鲤鱼吗？随后在石缝中抓捕到的这一条也有相当的个头。1个多小时的连续捕捉，完全黑暗的环境给自己提供了很大的优势。不过像这种地下的暗河还是隐藏着很大的危险，因为生活在其中的可并不只有鱼类。再次的回到农庄，已经完全恢复了的斑鸠貌似还是不能长远的飞行，稍微的休息。捕获来的溪鱼需要尽快的处理，毕竟热带雨林的环境中它们并不能存放的时间太长。简单的处理，鱼鳞不需要刮取的过于干净，来上点盐分的腌制，这样在烘烤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入味。直接的加上烤架，这也是有了调味料以后昆泰第一次制作这正宗的荒野烤鱼。熊熊燃烧的烈火会很快速的就将鱼肉烤制成熟，半个多小时的等待，已经烤至金黄的溪鱼终于是可以开吃了。当然，小黄和小灰也并不会忘，将鱼头和鱼尾分别的取下。肉质最多的鱼身部分，昆泰则是留给了自己，直接用手指的撕取和进食，这也让烤鱼的味道提升了一个档次。然而，这样一切资源几乎都取自于自然的山林独居生活，又是否是你的心中向往呢？